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你说呢？你们要是敢胡来，我现在就报警。报警？你信不信警察没来之前你就倒下了？滚啊你！我跟你们无冤无仇的，你们凭什么打人？赵东，为什么打你？你自己心里应该最清楚吧？听着，我不许你和王若轩结婚，你就乖乖的给我滚得远一点。我跟王若仙结婚，关你们什么事儿？你哪来的这么多为什么？来，把他摁住！哎，你们干什么？给我刀！你要干什么？说，还想和王若轩结婚吗？乔东，听好了，抓紧时间滚回你的农村老家去。我不允许你待在城里，这不是你待的地方。别再让我看见你了，好吗？我最后跟你说一遍，不许和王若轩结婚，滚回你的农村老家去。我不希望再见到你。记住，千万别让我知道你报警了，不然我保证你死在我的手里。电话还给你。走了。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若轩，我无力反抗命运，从此只能独自走我的路。不要找我，把我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留作记忆吧。如果痛苦在心中过一秒，这孤独会不会是一辈子那么长？如果黑夜在眼中停一秒，这窗外是不是有一整天的明亮？只要泪别再湿了你的心，我的快乐就会大于一切的悲伤。当这一刻只剩下心在跳，用你双眼赐给我生命的力量。原来幸福就这么简单，只有思念不是一个句点。原来幸福就这第一，爸，一成不我找你有事变。轩轩，爸爸是谈正事儿，快点啊！不好意思，回头咱们再说。啊，慢走啊！你过来，轩轩我问你，你把乔晓东弄哪儿去了？轩轩，我没有见到他，你有找不到他，你怎么能怨我呢？你别装啊！要不是你背着我去捣乱的话，他怎么会突然不见了呢？我绝对没有找过他，你不要瞎乱猜疑好不好？真是，不是你，也是你手下干的。绝对没有。我虽然反对你和小东交朋友啊，但是我都是说理的吧，我没有逼你们任何一方吧？你把人家从音乐工作室赶出来，这也叫说理啊？那是另一回事。我把音乐工作室退了，这说明我对艺术不感兴趣了吗？你不要诡辩了。你突然改变对乔晓东的态度是为了什么？你心里清楚。我跟你说啊，如果这次乔晓东的失踪跟你有关系，我就再也不认你这个爸了。哎，是，那别急，这激动什么嘛？啊，听爸说，这个小东既然主动离开你，这说明他有自知之明啊。既然缘分已尽了，那就顺其自然嘛。听爸的啊！听什么听啊？我不听。哎，轩轩，轩轩。你是旺财家的三娃子吧？呀，真是旺财家的三娃子啊！大婶儿啊，我爹呢？你爹啊，进城打工去了。进城打工去了。这不农协吗？哎，他没有去看你啊？没有。呀，你这手怎么了？没事儿，受了点伤，没关系的。三娃子，你爹他有钥匙放在我家里，我去把钥匙取来，把门开开。你先进家歇着啊。哎，好。别急，三娃，我给你姐叫来。别急啊，娃娃。哎，好。哎，怎么了？什么事儿啊？火急火燎的。小东失踪了。啊？你看，他会去哪儿呢？这上面写的，好像他不是失踪，是要跟你分手啊。不会的，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俩约好了最近就要结婚的，他怎么会突然跟我分手呢？你看，这上面写了，以后呢，我们各走各路，别以前的这些记忆定格在最美丽、最灿烂的青春。他今天有没有给你打过电话？没有。他最近有没有跟你提到过我？有想和我分手的意思吗？最近呢，他倒是跟我提起过这事儿。由于他自己的身份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呢，有些事情他不想再连累你。可是我最近啊，事情比较多，特别忙，也没有跟他好好交流一下。可是我觉得
小东离开我是被迫的。我想你有点多心了。实际上啊，你可能没有发现，小东他自己心理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是吗？可我没注意到啊。你看啊，他现在发现呢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而以前呢，他是乔胜利的儿子。他现在啊，完全就把自己给封闭起来，跟以前的那些朋友已经不太来往了。是啊，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我们都没有真正理解过他，也没有好好的帮他。你做的呀，已经够好的了。这个呢，就是一个人的命运，你改变不了，宿命。宿命？你的意思是说，他离开我打算自甘沉沦？这上面不是写的已经很清楚了吗？他呢，无力改变命运。如果见到他的话呀，得给他打点气儿，一直有点薄弱。若璇，现在最重要的呀，是你得好好想一想，怎么面对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哎，你怎么没吃啊？姐，我不饿。谢谢姐啊，给我做了这么多好吃的。谢啥？我是你姐。三娃子，我们是一家人。阿姨手受伤了，来，姐给你擦一下。谢谢姐啊。你们城里人呐，就是懂礼貌，张口就是谢。山娃子，你的事儿啊，我们十里八村的人啊都知道，大伙儿都夸你有孝心，不嫌贫爱富。姐，可是我到现在都没有能力让咱爹过上好日子。能有这颗心就好。三娃子，这一次回来不容易，多住几天。姐啊，天天给你做好吃的。谢谢姐。别总说谢，一家人，别那么多客套。我只想来问问乔晓东有没有回来过。他几天都没有回来了，我们给他打电话，他电话也不通了。我正想问你呢，小东成天跟你待在一起，你怎么跑到我们家来了？我是跟他在一起，不过他今天突然不辞而别，手机也关机了，人也不知道去了哪。我找遍了他经常去的地方，都不见他的人影。这孩子啊，真叫人操心。操什么心呢？他就是不听话，非要到社会上去碰壁。我看他非碰得头破血流，他才能回来。他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这也得怪您。当初您放任他游手好闲，现在呢，您知道他不是您的亲生儿子，就把他推出家门不闻不问。你这孩子是怎么说话的？怎么这么没有礼貌？他要不是你的诱惑，他能到社会上瞎混吗？萱萱，阿姨跟你解释一下，不是我们不管小东，他爸爸的意思是让他到社会上去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这跟亲不亲生的不是一回事儿吧？反正我只想对你们说，不管小东姓不姓乔，我都会真心对他好。你们不管他，我管。你说小东这个孩子，我们该怎么办？说话呀！我们是不是应该和他一起把他找回来呀？这不是你想找他就能回来的。你不要太天真了，他身上流的是别人的血，你想把他改造一个乔家的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不想跟你说这些，他现在下落不明，我担心他会出事儿。他在社会上肯定碰壁了，他是个要面子的人，不可能回来见我。十有八九，他是到乡下去找他这个亲生父亲去了。可我不信，我不信他会一辈子甘心去做一个农民。也许这是他的命吧。你心肠怎么这么硬啊？他毕竟跟我们一起生活了20多年，你说认还是不认？这不是认不认的问题。我相信科学，科学，你懂吗？好吧，你讲你的科学，我讲我的感情。你如果不认他，我认，我把他找回来，我们母子俩一起过。好啊，那咱们俩就分开过，我带萌萌走。萌萌我也要，你就孤家寡人的讲你的科学去。我不在乎，我一个人更清静。没听你这话，好像真要离婚啊？离就离啊，这是你提出来要跟我分开过。分开过也不离啊。
你这不是在折磨人吗？折磨你又怎么样？听你那个话，好像外边还有一个女人急着要跟你结婚似的。这倒没有。你想离婚啊？没那么容易。当初你为了跟我结婚，那是好话说尽，还低声下气的去求我的父亲。现在怎么了？我老了是吧？想把我一脚踹开？没那么容易。胡平，我算是看透了，这几十年你的精力根本没放在我的身上，不是你的儿子就是你的女儿。好了好了好了，乔胜利，你不用说了，我听明白了。这一年，你老跟我磕磕碰碰，还借故跟我分床睡觉，是你心里早就盘算好了。想跟我离婚，没那么容易。我是徐斌。我是程露莹，我刚跟乔胜利通过电话，他说离婚的事儿没个3、5年还真办不成呢。我知道。你知道，如果他老婆使个坏，没准真得拖好几年呢。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呢，只要乔胜利下决心，多给胡平一些钱，这个婚就一定离得成。我看啊，如果要跟他结婚的事儿这么困难，咱们不如要点钱算了，你说呢？现在不行。我告诉你啊，你呢有乔胜利的亲生儿子，他是胜利集团的合法继承人。你有这么重的砝码，我们现在不能走这一步。那我该怎么办呢？这样，这个星期呢，你就带他儿子跟他见面，进一步向他施加压力。啊！找乔晓东去。他在哪儿？你又不知道，你上哪儿去找他去你？啊？就是找到天涯海角，我也要去找他。哎，萱萱，你听我跟你讲，别拦着我，放手！萱萱，你脑子有病啊，孩子！萱萱，萱萱！婶子，我弟弟头烧得滚烫，烧得不轻啊。那怎么办？再给他换一遍水吧。哎，快把这碗药给三王子喝了。不行啊，都喝了2天了还不见效，我们还是赶快送医院吧。可上午的班车已经过去了。那也不能耽误啊。那就抬。对，救命啊这！我去喊人干嘛吗？你快，别耽误时间啊！瞅瞅你瞅瞅热的，哎呦我天！有我呢，放心吧啊！别着急，你们。慢点走，慢点抬，小心点啊！大爷，我想问您个事儿啊，这是赵村吗？我想向您打听个人，最近有没有一个城里来的男孩，高高的、瘦瘦的、黑黑的？小东，你怎么了？你醒醒啊！如萱，我不是说不叫你来吗？你的手怎么成这样了？怎么了，小东？你给看看，怎么了，大夫？哎呦，腹烫啊！哎呀，不巧，因为正好赶上礼拜天，这个病号来说的话，赶快到县医院去治疗，因为他现在再耽误时间就有生命危险，我们医院救不了。那可怎么办？那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车，快点送他走，快！好嘞，快走，快！以后你叫程程好不好？啊，以后啊，我就是妈妈，啊，
你要听我的话，我就把包包里的糖糖全给你吃，好不好？程瑞英，你怎么把他带来了？事先也不打个招呼。我们就待10几分钟就走。来，程程，叫爸爸。程程，叫爸爸。好了，算了，这孩子从生下来到现在也没见过爸，以后再说吧。你离婚那事儿怎么样了？这个事儿不能着急，我还得跟胡平做思想工作。怎么不着急啊？要再等个3、5年的，我可等不了，是吧，程程？胡平只是说说而已，我会抓紧时间办的，你放心吧。你呀，就大方点儿，大不了多给他点钱，争取尽快把这个事情搞定了，好不好？我知道，我会抓紧的。瑞英，这办公室说话也不方便，你还是先带孩子回去吧。好的。那你有时间多来看我们啊。好。程程，跟爸爸说再见。好，走了。这2天是不是吃错药了？离婚对你有什么好处？离婚这么大的事情，也是随随便便放在嘴边说的。离婚是件大事情，所以说我这不跟你商量。想好了再说，我要睡觉了。胡平啊，我前思后想好几天了。我这个人做事，向来都是深思熟虑的。我看你是头脑发热。我不就是和王大红见了几次面吗？小题大做。我不是小题大做，我提出来离婚，这不是为你好吗？随你心愿啊。你胡说八道什么？随我什么心愿？哎，我跟你说好了，你现在派个人整天盯着我行不行？要时候我再和王大红见面，你就再提离婚，到时候我就一定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你干嘛要压抑自己呢？啊，我这是为你好啊。什么叫压抑自己？你是为我好，是为你好啊？你说实话，你现在外面是不是有个女人急着要跟你结婚？没有，这根本没有的事儿啊。没有，你离什么婚呢？脑子有病。我跟你说实话吧。过去我们俩共同维系这个家，是因为儿子是我们的纽带。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小东是人家的孩子。儿子不是亲生的，怎么就是离婚的理由？天下有这个说法吗？儿子不是亲生的，女儿是亲生的吧？你为什么不积极的去找回你的亲生儿子呢？这一会儿半晌也找不回来啊！我上哪儿去找？你心思就不在这儿。你现在憋足了劲就想跟我离婚？莫名其妙。睡不睡？哎，睡不睡啊？你打给我。睡不睡？哎，你不睡我睡。我跟你说啊，这离婚可是你提出来的。若瑄，我看今天外面天气挺好的，要不咱们出去走走吧？不行，你都连续发烧好几天了，身体肯定虚弱。明天再出去。来。小东，你
是什么人把你手打伤了？不记得了。那3个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像不像是我爸的手下？你问了没有？这我怎么问？就算我问了，他们会告诉我吗？那他们长得什么样子啊？不许。我们能不能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反正我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咱们说点开心的吧。不行，这事儿啊，我非要查清楚。你这家伙也太好说话了。若雪，最近我突然感觉到，一个人想要活得称心如意，真的好难。知道难呀，你就应该好好珍惜我们俩这份感情，还写什么独自一个人走，你也真够狠心的。我那是怕拖累你。你离开我就不怕我伤心啊？你知道吗？我到处找你，我想了，要是找不到你啊，我就终身不嫁，直到你出现为止。若雪，谢谢你。谢啊，就不用了，以后不准不辞而别。若雪，你能想到吗？我就是在这个地方出生的。小东，我喜欢你，和你在一起，不会因为你在哪里生哪里长而改变。我看重的是你这个人，我希望无论以后是悲伤还是快乐，都能跟你一起分享。若雪，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好好珍惜我们之间的这份感情的，我绝不会让你失望。喂，徐斌啊，程露莹，你今天给乔胜利打过电话吗？通了，他说胡平坚决不肯离婚。胡平呢，是比较难缠的。胡平一口咬定不肯离婚，他认为乔胜利拿不出来离婚的理由。实际上，乔胜利呢是有很多理由的。他可以说夫妻感情破裂，也可以说性格不合。这些理由都太虚了，人家要的可是实实在在的证据。徐斌，我看要不然……不行，你绝对不能妥协，要不然的话，你会有生命危险。那我该怎么办？这样，这件事情呢，你交给我。这些天呢，你也不要跟乔胜利联系了。好吧，那就这样吧。我答应跟你结婚，我说话是算数的。不过，你给我点时间，跟胡平离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喂，你是刻 DVD 的吗？刻一张 DVD 需要多少钱？姐，那我就先回去了。行，那也拿着，回去好好鼓舞身子啊！谢谢，谢谢，好吗？姐夫，等爹回来，让他赶快跟我联系。好好好，你们有空也到城里去玩哈。啊，一定。那行，我们一定会去的。好，那我先走了。大王了，你可真有福气啊！瞧你这媳妇儿，长得又俊又能干，还会开汽车呢。我们还没结婚呢。啊？啥时结婚呢？以后一定请我们吃喜酒。好，好，好，没问题。好，行，那我先走了。好好。常回家看看。哎，常回来啊。三娃娃，别忘了家啊！常来看看啊！回吧。慢点走啊！三娃娃，别忘了家啊！
这个山村跟我梦里的一模一样。你好。你好。多少钱20。哎，发件人的姓名跟地址怎么没有填？我在本市没有常住地，所以就没写。哦，那万一要是收不到，我们怎么退还给你呢？没关系，我还有备份，你就寄就成。嗯，行。那要是丢了，我们可不负责任。谢谢。谢。您好，您找哪位？找一下胡平女士，这有的快件需要她签收一下。哦，把这个给我就行了。对不起，这个必须她本人签收。哦，这样，那你稍等，我给你叫。好的。阿姨，有你的快件。哎。你好，您是胡平女士吗？是。这有个快件需要您签收一下。哎，好。好的，谢谢。谢谢。嗯，这是您的快件，拿好。谢谢。不用谢，再见。胡平女士，这张影碟的内容可能会导致你的心理不适的反应，请观看时保持冷静，事先最好服用精神类的镇静类药物。我今天来不是跟你纠缠这事儿的，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跟你谈。什么事？我要跟你结婚。结婚？是啊。我不会让你再受苦。我答应跟你结婚，说话是算数的。不过，你给我点时间，跟和平离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要是个坚强的女人，我也许就不来找你。可是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事儿我快要坚持不住了。你呢？小豆，原来的地方不能住了，我叫人租了一套新的，就在我的婚纱店附近。来呀，进来。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了，给我。你现在呢，就先在这安心养伤，等你的手好了以后，我叫人把钢琴抬过来，你就在这继续创作。若璇，我以后什么都听你安排。咱们这个地方暂时对外保密，越少的人知道越好。那我们就一直这么做秘密情人。暂时的嘛，等我们结了婚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敢来惹我们了。喂，徐斌啊，找我？我挺好的。现在啊，在外面呢。那好吧。徐斌找你。他约我见面，但是又没说什么事儿。去吧，我在家里收拾一下。不行啊，你不能乱动，你的手还没好呢。等我回来再收拾。放心吧，去吧。
红粉佳人。哦，请稍等。你怎么坐这儿啊？今天不用上班啊？今天是星期7，上什么班啊？我说你这一段过得挺混沌的吧？日子过得颠三倒四的，连星期几都不知道了。我这几天是忙得有点糊涂了。店里你也不去，跑哪儿去了？我开车出去了，心情不好，随意散散心。心情不好你找我呀？你一个人出去多郁闷啊，多没意思。找我有事吗？也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有点担心你，想看看你心情怎么样，状态如何。哎，对了，我还真有一事儿。我呢，帮你联系了一个业务，是一集体婚礼，到时候我把那人电话给你，你跟他们联系一下。谢谢你啊。谢什么呀？我们是朋友嘛，谢就客气。你好，红粉佳人。谢谢你。不用。你说现在什么事儿都能发生吗？连医院都能出错误，这新生儿竟然一出生就给搞错了。我说你现在就缠在乔晓东这事儿里跳不出来了吧？都有点精神失常了。我记得我认识你好像比小东早，好像是早吧？早个1天2天？早1个小时也是早。我记得我那次见到你的时候呢，你挺凶的，挺有个性的，给我留下一特别深刻的印象。然后后来咱们俩呢一块儿去找小东，当时小东傲慢、无礼，然后跟他一提这合作的事儿，他当时就拒绝了，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意思。你们俩现在都成兄弟了，你还这么说他？我没说他什么呀。我一直都觉得你是一个心胸宽阔的人呀。这点你说的对，做人呢是应该心胸宽阔一点，对人对事有一些包容心。小东失踪这么长时间，你找着他吗？我一直在找他，托朋友在找，可是现在呢没什么消息。他现在遇到这么大的挫折，我们应该好好帮助他才对。应该好好帮助他。可是话说回来啊，现在能帮他的人呢，只有他自己。若轩，我有时候在想，实际上你现在呀，应该很客观、很理性的来看待你跟小东的这段感情。我会很理智的。我今天还有点事儿，你慢慢喝吧。我送你啊。不用，不顺路。跟慧萍离婚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我要是个坚强的女人，我也许就不来找你。慧云，阴谋，这是一个阴谋。乔生丽，自己干的事情为什么不敢干？怕什么？我告诉你，这是一个阴谋。你的阴谋败露了。这个东西你是从哪儿得来的？我怎么知道？你没有信任，没有地址，这不是阴谋是什么？你自己干的事情，你还在乎这些？我问你，你现在是不是派人在秘密的监视我？我要有你想象的这么聪明，我不至于被你骗到进店。那这是谁干的这种家里的勾当？你不要转移视线。云啊，你给陈荣打个电话，让他来见我。这卑鄙的勾当是你干的吗？你怎么跟我解释？我承认是有这么回事情。告诉我，我这就去打电话。这个女人是谁？她叫程莹莹。你们什么关系？她是我的秘书。你们勾当了几年？3年前她只做过半年的秘书。跟他还有一个儿子。是，
我跟他是有一个儿子，已经2岁半了。你还满不在乎？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吴平，我告诉你，我不想再去跟你争论这个事情。你这么大的年纪了，还在外面偷情养私生子，你怎么对得起我？你怎么对得起你的儿女？你怎么对得起我？吴平，你爸爸！不要难过，好不好？其实，大人之间有些事情，爸爸真的很难跟你说得清楚。但是爸爸告诉你，妈妈现在跟爸爸吵架是爸爸不好，他对我们这家庭没有责任。但是妈妈答应你，妈妈保住这个家。妈，我不能失去这个家。孩子，妈妈答应你，妈妈为你保住这个家。妈，我想我哥。我想我哥，妈。妈答应你，妈答应你，为你保住这个家，再也不跟爸爸在家里吵架。保卫部是怎么搞的？光天化日之下让人偷拍我的录像。小华，你是不是利用了我对你的信任，干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董事长，这怎么可能呢？我都跟您10年了，对您忠心耿耿，这您还不清楚？就是不是你干的，你这是失职。是不是记者暗访，偷拍录像啊？什么记者暗访？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故意在陷害我，偷拍我的录像，然后寄到我家里要挟我。这是违法行为，可以上诉的。上诉？我上诉谁呀？啊？董事长，这究竟是怎么回事？7月9号那天，我在办公室会见了一位女士，她把我整个会见的过程给我拍了下来。会不会是这位女士自己干的？不会，她对我忠心耿耿，不会做这种事。那就是另外有人事先在办公室偷偷安放了微型摄像机。你通知保卫部，把我的办公室整个查一遍。你要亲自去查一下，那天上午我跟这位女士会面的时候，竟谁到过我的办公室？好的，我马上去查。轩轩，小慧，快来快来，
帮我看看哪幅新娘图设计的好。哦，哎，你画的真不错哎。哎，萱萱，你不会真的是想闪电结婚吧？怎么，你也不能理解？理解，王若萱嘛，就是敢做敢当，是吧？这还差不多。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更敢做敢当了。嗯。哎呦，快帮我看看呀，哪一幅适合我嘛？好，我看看啊。我觉得我喜欢这幅，这幅挺适合你的。我也喜欢这幅。不过我穿成这样，会不会太搞笑啊？怎么会？多漂亮啊！徐斌，7月9号早上没上班之前，你是不是来过这里？7月9号，我记不清楚了。你再好好想想。我一般呢上班都比较早，会准备一些董事长需要看的文件。你现在问我7月9号那天我来没来过，我可能来过，但是我真的记不清了。可清洁工记得很清楚，那天早上是你先进来这里的。有可能吧？出什么事儿了吗？徐斌，什么事要你我不在的时候进我的办公室呢？董事长，我一般早上来会准备一些你今天需要看的文件。这段时间最紧急的文件就是关于东方新城那个批复计划。记住，我不在的时候不要进我的办公室。好，我知道了。你去吧。董事长，怎么样？文件没有错，但日期不对。黄秘书，你还记着我跟你说过，我对这个小伙子有一种不祥的感觉。可他没有理由偷拍你们会面的录像啊！搞笑！你穿这个简直就是太搞笑了。什么事儿啊？这么急急忙忙的找我来？明天我和小东结婚。哎，上次让你帮我策划的婚礼，你策划好了没有？是我听错了，还是你说错了呀？现在小东跑到什么地方都不知道，你跟谁结婚？他呀，就算跑到天边，我也会把他找回来的。你找着他了？他现在什么地方？你在外边等我。好。有什么事情不能等到晚上回家说？我等不起了。再说，我不愿意在家里跟你吵架，我怕萌萌受刺激。这也不是个吵架的地方。你放心，只要你不无理取闹，我绝不跟你吵架。我只想平平静静的跟你解决问题。解决问题？你说吧。还用问吗？当然是离婚。离婚？是。离婚。这下你称心如意了吧？胡平啊，仅仅因为这张光盘，你就要跟我离婚？况且，这离婚这是一种很沉重的事情啊。所以我只想跟你协议离婚。好，退一步讲，我同意协议离婚。你有什么想法，说出来我听听。我要胜利集团你名下的全部股份。全部股份？我把它藏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不到结婚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再让它露面。哎，萱萱，没必要搞得这么神秘吧？
主要是我们瞒着家里的，我们只想顺顺利利的结婚。这婚姻是自由的，怕什么呀？有什么好怕的呀？是没什么可怕的，只不过是以防万一罢了。以防万一没错。不过我告诉你一点，王若萱，你不能瞒着我，还有林小慧。我们2个人呢是给你策划这婚礼的，总得听一听新娘的想法，还有新郎的意见吗？我不会瞒着你们俩的，只不过结婚前惊动的人越少越好，婚礼嘛也就简单一点吧。哎，你想好了吗？准备在哪儿办啊？还没有。教堂怎么样？好啊，好啊。去什么教堂？还好啊好啊！你们俩谁是基督徒啊？要我说呀，就去你们现在住的那个房子，我们呢约上2、3个朋友，大家在一块儿喝喝酒，吃点饭，多温馨呐，多好啊！也行。行，那就这么定了。好，走吧。哎，咱们去帮他们布置新房。好啊，好啊，走吧。你也太过分了吧！你这不是往死里边整吗？花园洋房归你，你个人名下的存款也归你，这叫往死里整你。我是有错，对毁坏这个家庭要负全部责任，但也不能这么罚我。你毁了一个家庭，你就不应该受惩罚吗？你光想着你自己，想着你那个私生子。我问你，你想过萌萌，想过小东，想过我们正在找的那亲生儿子吗？我当然要考虑他们呢。用不着你为他们考虑。我告诉你，3个孩子我一个都不能少。我坐在这里就是为他们在争权利、争财产。好，你安静一下。我们今天的谈话就到此为止吧。你回去冷静一下，我也好好的考虑考虑。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就2个条件，你要答应了，我跟你协议离婚；你要不答应，法院上见。你这话说的也太绝情了吧！你才叫绝情呢！我跟你几10年，为你生儿育女，到头来被你一脚踢开，你才绝情呢！真是没想到，若萱跟小东这么快就结婚了。哎，你说他们会幸福吧？幸不幸福，只有他们自己知道。这结婚啊，是2个人的事情，需要2个人呢，在思想还有情感，包括性格脾气上高度的和谐。现在就是儿戏。哎，你这是为谁打抱不平呢？我有什么好打抱不平的呀？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应该理智一点。我也觉得，结婚毕竟是一辈子的事情，还是谨慎一点好。哎，先不说他们了，许斌，我问你件事情，你对胜利集团上市公司了解吗？上市公司的事儿，我不是特别了解。不过要是想知道的话呢，也不是难事。那么，上市公司是不是应该向公众和股民发布真实准确的财务报表呢？当然了，这是上市公司的责任。许斌，这2天啊，我和几个报社的记者做了一份调查报告，你看一下，披露的就是胜利集团上市公司财务报表作假的问题。要见报吗？当然，不过现在还不行。为了慎重起见，上面有几个数据和材料，我希望你帮我查一下。那这件事就拜托你了。好，没问题。那行，我有事儿先走了。拜拜。拜拜。我是徐斌，我刚才给你发的信息你收到了吗？乔晓东现在回来了，
什么不可能啊！我1分钟以前还跟他在一块儿。我跟你说啊，他现在马上就要跟王若萱结婚了，这个事情你马上处理一下。离婚啊，而且他提出了很高的价格。什么价码？他不光要拿走公司绝大部分的股份，还要带走乔晓东和乔晓萌。天哪，太夸张了，太过分了。对呀，我们肯定不能让他得逞。一旦得逞了，不光董事长损失惨重，就连咱们公司啊，也要发生大地震。大地震，这么严重？对呀，所以董事长我想肯定不会答应。哎，这事儿啊，也就咱们几个知道，千万别跟别人说。行，啊，行，没问题。你单独找我，说是有要紧的事儿。我找你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告诉你。哎，喝口茶，慢慢说。现在乔胜利啊，打算和胡平离婚。什么？他们2个要离婚？哎，这我事先怎么一点迹象没看出来？你小子消息准不准呢？准，100%准确。好啊，这倒是难得的好事儿啊！哈，我还以为他们是模范夫妻呢。哎，接着往下说，他们吵出什么结果了没有？胡平呢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乔胜利根本就不答应。啊，什么条件？你知道吗？乔胜利的秘书告诉我呢，胡平想拿走胜利集团的全部股份，和乔晓东、乔晓萌再组建一个家庭。这个胡平要价也太高了，老乔怎么可能答应呢？这不是要老乔的命吗？王总，我倒是有一个建议。说，我知道你很聪明，什么建议？说来听听。我知道，您跟胡平以前是老同学，下乡呢又在一块插队，私交特别好。那么您只要跟他谈一下，把这个离婚的条件啊降得低一点，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可以促成了。徐斌啊，俗话说得好啊，宁拆一座庙，不拆一家人。你这个建议，不是陷我于不义吗？王总，您呢是有大智慧的人。如果说他们离婚了，您能从中间得到什么？您比我更清楚。怎么讲？如果说他们离婚了，那么胡平和乔晓东就会带走胜利集团一大部分的股权。而现在的形势呢，你的女儿正在跟乔晓东热恋，而你和胡平又有很深厚的私交，那么可想而知，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掌握这部分股权。徐斌啊，你很聪明，反应很快，但是有句话我必须告诉你，有些话呢，只能说一半，另一半得留在肚子里。没错，王总说的对，我一定虚心接受您的意见。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清楚，对王总您，我要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我对您是毫无保留的。好，今天的事儿呢，这儿说就这儿了了。现在我负责的这些计划呢，进展是比较顺利的。现在乔胜利呢，已经和胡平在办理离婚了。看来，这对老情人又要到一起了。指日可待吧。所以呢，我们通过程露营来窃取乔胜利股份的这个计划，也最终会实现。好。可是有一些情况呢，我们也要分析到。现在乔晓东和王若萱呢，明天就要领结婚证，这就说明乔胜利跟王大红要联姻。而胡平以前是王大红的情人，他们2个人很有可能圆梦重温。而程露营这个人，以前是王大红的手下。所以现在这些局面，对我们来说也不是特别有利。这几个人倒成了大赢家了，我们则被淘汰出局，成了丧家之犬了。老铁，你放心，不会的。游戏呢，还没有结束。都怪我和志坚
没能阻止住乔晓东与王若萱结婚。这个事儿不能怪你们，我已经想过了。实际上，你们做得非常好，已经把乔晓东吓住了，他已经回老家了。只是王若萱自己还被乔晓东迷惑着，又把他找了回来。这丫头真他妈烦人。志坚，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能冲动，我们不能跟王大红激化矛盾，而且呢，也不能暴露我们的真实意图，要不然我们所有的计划全会失败。徐斌，我们听你的，你说怎么办？我想这样，我们这次啊，还以乔晓东作为突破口，狠狠地教训他。一想到明天我们两个就要结婚了，说实话，我现在心里跟做梦似的。做梦有什么不好的？人生要是没了梦，那不是太乏味了？不过若萱，我还真的有点担心啊。你担心什么？若萱，我现在是孤身一个人，没有什么人可以管得了我。可是，如果我们要这样偷偷结婚，不告诉你父亲，他真的会不高兴的。他再不高兴啊，也无济于事。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叫覆水难收。若萱，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说得这么轻松嘛。我真的担心，你要从明天开始，会承受更大的压力。小东，只要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的，互相关爱，再大的压力我也不在乎。再说了，我是他的女儿，他能把我怎么样？他是不会伤害你，可是他身边那些人，好像也不是好惹的。我们两个人的事儿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就算他们再不好惹，到头来也要听我爸的。事情可能没你想的这么简单。你是不是在怀疑我爸？怀疑是他上次派人把你打伤的？我可没这么说。他不会做这样的事儿。他虽然凶一点儿，但他是个好人。那好吧，从现在开始，我什么都不再想了。我们先好好的把婚结完再说。小东，上面我都收拾好了，今天也要早点睡啊。放心吧。我今天先回去，还得向我爸爸装样子。好，我们美好的一切从明天开始。明天啊，我先到影楼化妆，然后你和徐斌来接我，然后我们就去登记，再然后我们就来到这里举行结婚仪式，再然后，我们就成为夫妻了。再然后呢？再然后，再然后我们就生一个漂亮的小宝宝，做爸爸妈妈，一天一天的变老，做老爷爷、老奶奶。若萱，真的希望这一切能够从今天开始。瞧你急的，还有几个小时就是明天了。好了，我不跟你说了，省着我爸又打电话。好，我送你。喂，我是徐斌，一个人在家呢。若萱呢？哦，她回家了。我给你们俩呀买了束花，想晚上过去看一看，看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需要。那成，你等着我吧，我一会儿就到。
你们俩到底要干什么？闭上你的嘴！乔晓东啊，你是真有点活腻歪了是吧？居然不去顾我们的警告，还要跟王若萱结婚，啊？是我要跟王小轩结婚，但这跟你们两个人有什么关系啊？为什么？这就是你要的为什么啊？你瞪什么眼啊？信不信我弄死你？瞎子，你给我听好了，取消明天的婚礼，离王若萱远点儿，否则我杀死你们！你们？对，你们，你给我离王若萱远远的。如果你再敢在这个城市出现，你跟王若萱全他妈死定了！你们两个到底是什么人啊？我们是对你感兴趣的人。乔晓东，如果你真的爱王若萱，就抓紧时间离开她。我相信你不愿见着她为你去死吧。哦，还有，乔胜利家你也不允许回去，别再拖累人家两个老人了啊！哎，看看，看看这是什么？真家伙！爷，走，聪明点啊！结婚兴奋的流鼻血啊！怎么了这是？啊？出什么事儿了？徐斌，那天要打伤我手的人，他们刚才又来了。我看。还成，没什么大事。说说吧，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他们还是为了我跟若璇的婚事来的。你们结婚，他们怎么会知道呢？不知道。总之，他们就是不让我跟若瑄结婚。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吗？徐斌，我乔晓东是不怕他们的，可是我担心若瑄，我担心她受到伤害。若瑄现在受到威胁没有？他们说了，若瑄要是敢跟我结婚，他们就杀了她。杀人啊？没那么严重，兄弟，我跟你说，没那么严重。他们什么人啊？什么人敢杀人啊？我本来一直以为他们是王大红的手下，可是我现在真的搞不清楚了。王大红，他总不至于对自己的女儿下手吧？王大红是不会对他女儿下手，这点是肯定的。但是呢，他会找一帮人来打你，就把你打成现在这样。还有一点，就是王大红啊，从事这个行业，你和我心里面都清楚，跟黑道有点关系。那么你们两个人现在这个婚姻呢，肯定是影响到
黑道中的一些利益。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一没有钱，二没有地位，我能触犯到他们的什么利益呀？有些事情我们根本就不清楚，如果清楚的话，就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徐斌，你的意思是说，若轩现在的处境很危险？若轩呢，比较率真，比较单纯，对有些事情根本就是一无所知。那么你们两个人现在这个婚姻已经有意无意间的就成为他们黑道冲突的牺牲品。难道明天我们就不能结婚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明天不能结婚了？我不是说你明天不能结婚，不过你心里得好好想，你得想清楚，你到底要不要结婚？要是结婚的话，怎么个结法？这样肯定不行。红光，你愿意看到一个女人生命上受到威胁，然后你跟她去结婚吗？你愿意吗？徐斌，你说的对，我怎么能为了结婚，让若轩受到死亡的威胁呢？有时候啊，放弃也是爱情的最高境界。如果说一个人能够把所有的误解还有这些苦难都扛下来，而且能够扛得住，应该是男人，真的。若轩，你一定要幸福。迅达速递公司，迅达速递公司。妈，不用上闹钟了，婚纱店已经停业了。你看妈妈都糊涂了。那你们婚纱店打算什么时候再正式营业啊？我听同事说，若萱姐又去找我哥了，什么时候营业还不知道。看来洛仙姐姐这个人，对哥哥还真是真心的呢。妈，要是若仙姐把我哥找回来了，你一定要让他回来，我特别想他。妈妈答应你，等我们找到了哥哥，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团团圆圆，再也不分开。妈，你怎么了？妈妈，你年纪还太小，有些事儿你不明白，身体又不好，别放在心上啊。妈，你答应过我一定要保住这个家，你说话可要算话啊。妈答应你，妈一定说话算话。
睡吧，啊。晚安。晚安，妈。妈妈的小宝贝儿。乔胜利，我不打算离婚了。你说什么？我再说一遍，我不打算离婚了。你今天白天约我见面，跟我闹离婚，又要我的股份，要我的孩子，你这是在搞什么名堂？你这是！我不想这么痛苦委屈的来成全你们。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天底下没有感情而在一起凑合的夫妻是千千万万。我要让你陪着我等死，在这个屋顶下，我们一起等死。胡平，我告诉你，你这是在要挟我。我实话告诉你，在我心里，我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离开你们，我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跟程璐阳有结婚。闭嘴！你别跟我常露营的，在这个屋子里谈他不配。胡平啊，我跟你解释过多少次，我只是无意中犯了一个错误。你就是不听，我没有办法，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过去我为你活过，为我自己活过。而以后，我要为我们的孩子活。你想过没有？离婚以后，小东怎么办？萌萌怎么办？小东怎么办？萌萌怎么办？你这是为他们好吗？你这是为他们好吗？你成天跟我吵架，互相折磨，维持这么个夫妻现状，这么好吗？这么说，你是铁了心要跟我离婚的？我毫无选择。要是我不离呢？上法院。乔胜利，你错了。法院会保护你这种不负责任的男人吗？不要把一个失望的女人逼得太狠。她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